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出炉，岸田文雄的馅料里边掺了高市早苗的佐料，这一锅首相又要变成什么味儿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前几天呢，忙着看航展，这几天呢，可以有功夫关注一下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这事儿了。以前咱们节目里边说过，前一阶段这个选举啊，民意调查里边得票最高的是河野太郎，然后才是岸田文雄。但是呢，根据报道，到了投票的时候，岸田文雄和高市早苗玩了一个攻守同盟，反正呢，谁的票数如果太落后，就干脆是合兵一处。后来发现高市早苗肯定是赢不了了，那就干脆让高市的支持者把票全投给了岸田文雄。这样一来，2打1，河野太郎就真的赢不了了。前一段时间呢，在如何面对中国这个问题上呢，岸田文雄跟高市早苗还是最凶的，嚷嚷着要发展进攻型武器，要发展导弹，要能够打到中国大陆的导弹阵地上来遏制中国的打击能力。所以呢，国内普遍认为啊，这个选举结果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了。但是呢，国内外也有些媒体认为，岸田文雄最多也就是个演戏的角色。比如台湾的这个中时电子报就认为，岸田文雄出身的自民党红池会就被认为是最向中国倾斜的派系之一。所以岸田有这个身份呢，就真的不容易赢，只能刻意表现出一个右倾态度，才能够争取党内的选票。而日本上智大学一个教授中野晃一也指出，说这个岸田文雄啊，喜欢搞一些外交平衡，路数呢就是稳固美日同盟，跟中国呢是要通过经济贸易往来避免对立。他是几名候选中人呢最懂得掌握外交平衡的人，很多声音也批评说，岸田文雄政治能力、协调能力都不够，很难成为一个稳固执政领导人。那么他又怎么获胜的？关于他的获胜，国内有些媒体，比如什么前沿呐，比如什么时刻呀、什么商报的文章曾经说过，说安倍晋三绝对没有料到安倍文雄会刚刚赢下竞选，中国外交部突然表态了，等等等等。我一看这个文章啊，还被推送的到处都是。其实安倍晋三恐怕这次才是选举背后的一个真正的赢家，也是岸田文雄能赢的一个推手。因为岸田文雄在历史上呢，就是基本只看安倍晋三的眼色行事，以前呢还一直是安倍晋三的左膀右臂，2018年前后一直都被认为是安倍的接班人。这次岸田和高市早苗互相配合，就被认为是安倍晋三搞一个围标来这个包围河野太郎的招数。岸田跟高市既然都是安倍的人，要玩双保险，所以开玩笑，岸田能赢，安倍怎么可能绝对料不到。还有日本上一位首相菅义伟就被广泛的认为只是一个用来过渡的接力棒。那么岸田文雄如果仅仅是安倍晋三的跟屁虫，那么他在自民党总裁或者首相的位置上能待多久，恐怕一样还是要看幕后大佬的脸色，说不定最后仍然是过渡角色。所以说啊，选来选去，不管是岸田也好，还是高市也好，还是以前的菅义伟也好，其实日本民进党这锅蒸出来的，不管包了什么皮儿，掺了什么佐料，本质上包的还是安倍晋三的馅料。日本将来对华政策如何，安倍晋三的态度还会比较重要。至于说安倍呢，对中国态度是有过几次摇摆的。执政的后期2018、2019期间呢，对中国态度曾经突然变得特别友好。但是目前以中美大环境来看呢，安倍能做的恐怕也只能是跟着白宫的指挥棒跑，然后他再指挥着岸田或者高市早苗。那么不管岸田说什么，其实我们都不用高估他的能力和胆量，只要把握住中美关系的发展，日本也就出不了他的轨道。好，关于日本这次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结果，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